美国资本家想要的收割目的呢，已经达到了。现在无数人已经进场去抄底美国资产了，尤其是这美股和美债啊。为什么呢？因为9月份美联储100%的降息放水了，到那个时候呢，钱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再一次的涌入进去这些美国的资产，直接把价格推到暴涨。如果说你现在不买的话，就等同于跟钱有仇啊。那真的是这样吗？降息一定会推高美股和美债吗？而最重要的是，美联储真的会在9月份降息吗？如果说不降的话，你猜会发生什么事呢？大家好，我是傻雷森。为什么整个市场的人都铁定的认为美联储将会在9月份降息呢？就是因为美联储的老大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是政策调整的时候了，降息的步伐呢是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数据。这句话呢，无数人就理解成了降息的时候到了，如果接下来的数据很差的话，那就会降息了。然后很快呢，这美国的就业数据呢，居然就出现了修正了。简单来说就是以前的数据出错了。过去明明显示出来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有找到了工作，他们呢是有在上班的。结果呢发现，原来这些数据有接近一半是出了问题的。也就是说，以前美联储认为美国是很多人找到工作的，所以呢，就代表美国的经济是很强的，也因为这样呢，就不需要降息来刺激经济，甚至说要升息来打压经济的。但是现在告诉你，过去的数据呢都是错的。事实上呢，美国的经济可能是很一般，甚至是不太好的。那这是不是就很符合美联储老大讲的，就是说经济的数据变差了，所以呢就可以降息了呢？就是各位，都2024年了。如果你认为经济的数据是决定美联储升息和降息的原因的话，那么我只能笑了。数据呢会出错，我们都能理解，对吧？可能说是统计上有漏洞之类的原因，但是数据出错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不会影响结果的。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今天老师告诉你全班有30人，30人考试都及格了，结果你会发现有1个人的试卷是改错了，多给了1分，然后他就变成了不及格了。这种呢就叫做出错。但是全班30人有29人及格，这个数据是不是也是很不错呢？所以学校还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的，就是说这个老师教得很好，让这一班的学生大部分的人都及格了。也因为这样呢，学校就可以下决定，下一次考试的题目呢就可以出困难一点。但是今天老师却告诉你，以前全班30人都及格的这个数据是出错的，其实呢只有15人及格。那这个是出错吗？这是造假吧？这及格率瞬间从100%变成50%那这个老师还是不是教得很好呢？如果说学校是根据原来100%的及格率，在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出了很难的问题，那么下一次考试的时候，不及格的人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多呢？因为真实的数据就是这一班的人只有一半是及格的啦。同样道理，你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就能影响全世界是贫是富。所以一直以来，美国的数据都必须要去保证是全世界最客观、最精密的。结果现在你告诉我，这数据出错了，那么你当初升息和降息的决定是不是也出错了呢？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和未来还会不会继续根据这些数据来决定要不要升息和降息呢？简单来说，数据都是错的，但是你又要根据这个数据来做决定，那么你的决定就会一直错下去啊。所以这么多精英云集的美联储呢，他们是不可能根据对外公布的数据然后来做出决定的，而是说他们是已经有了这个决定，然后才会有这个对外公布的数据的。简单来说，就是对外公布的数据呢是一个借口来配合他们到底要不要降息的决定的。因为现在这些数据已经证明了是可以修正调整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允许出错，是可以造假的。也就是说，这些对外公布的数据呢，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就是可以让你产生一种幻觉的，让你觉得很快就要降息了，或者说又不能降息了。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操控你的预期的，操控你的情绪的，然后你就会为这个预期和情绪去付钱去买单。这样呢，你就会掉进他们设置的陷阱里面，沦为这韭菜或者是接盘侠。你看市场呢，其实去年就已经开始预测要降息了，降到现在还没有降，为什么呢？因为降息根本就不能解决美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反而呢会引发更多的问题。也就是说，降息不降息呢，其实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去吸引更多的人去付钱买单，然后来解决现在的问题，这才是美国资本现在的布局啊。
什么意思呢？我们商人和投资人又会如何去理性的布局呢？如果说你不想要掉入这世纪最大的陷阱，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趋势逆转的暴富时机，那么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说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像属于你的一样，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你就可以随时的跟着来做了。首先，为什么说降息也不能解决美国现在的问题呢？你知道美国政客跟资本之间是怎么交易的吗？比如说今天你要选这个美国总统，那么大家都知道选举呢是需要大量烧钱的，什么造势啊、打广告啊、宣传啊，都是要烧钱的。谁烧的钱更多呢？那么出现在选民面前的机会就会比较大，然后你胜出的概率呢就会提升了。简单来说就是，今天你是选民，你要选一个人当总统，一个呢是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还有 YouTube 上面的人，一个呢是你没有见过的人，那么你会选谁呢？你会更大的概率选择那个宣传做得更好的人，而不是那个没有知名度的人，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钱比较多的好处。所以选举是需要烧钱的时候，但是你没钱那怎么办呢？国家会不会给你钱来烧呢？不会嘛。所以呢，你花的都只能是你的政党的钱，或者是你自己的钱，也就是说你选举的资源呢是有限的。而这个时候呢，我是这个汽车的大亨，我靠卖这个油车赚了不少钱啊。但是我的死对头呢，也就是卖电车的，就抢了我不少的生意，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会去支持你去选总统，我给你捐这10亿美元，然后用我的影响力和资源，让我们整个行业的资本家都给你撑腰，这样呢，你瞬间就有了钱，有了资源，还有了这个行业的选票，然后呢，你就成功的当上了总统了。而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知恩图报，而且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那种啊。今天我给你捐个10亿，你就要从国库里面拿出100亿出来回报给我啊。当然不是直接的给我，因为这样呢就是贿赂了。所以你可以打着为老百姓的名义，把国家的钱呢花在一些行业的补贴上面，比如说你可以给我提供一个项目，或者是给我这个行业提供一些补贴啊、福利啊，甚至说通过一些法案去帮助我们的生意，或者去打压那些做电车的生意。总之呢，就是把国家的钱花在帮助我做生意赚钱上面。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呢是为资本服务的，这基本呢已经是每个生活在美国的老百姓都知道的秘密。所以你会发现，美国财政的赤字呢就越来越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支出呢比他们的收入要多啊，而且多很多。就是说今天你一年赚100万，但是你一年花150万。而且你明年呢只能赚90万，但是你要花的钱却变成了200万，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收入不断的减少，但是花的钱呢却不断的变多，而且呢却不是花在老百姓上面，而是那些支持他们的资本家身上。那怎么办呢？钱花的太多，那就缩减一下花出去的钱嘛。但是这有可能吗？缩减一下政府的开支，就等同于缩减了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利润。你这就动了我们资本家的利益了，甚至说老百姓也会觉得你在剥削他们的福利，也不会给你投票了。你想一下，以前你去看个病，政府呢给你$100的补贴，但是现在说这补贴就要没了，那么你要不要把这票投给现在的总统呢？我们这些开医院的资本家还会不会捐钱支持你呢？所以钱呢不能少花，只能越花越多的，那么就只能想办法去提升这个收入了。但是问题来了，加税啊，卖地卖的贵一点啊，都更不是办法啊，也会动了这个资本家的利益。那怎么办呢？没钱就借啊。所以美国就向全世界发行这美债，全世界的国家和老百姓呢买美债，其实就等同于借钱给美国，然后美国呢就会给你付利息，把全世界的钱拿过来为我所用嘛。那问题来了，你借钱给了这个美国政府，他要付你利息啊，但是他本来钱就已经不够花了，那这个利息是怎么付给你的呢？很简单，美国他自己借钱给自己啊。今天我美国找到了美联储，让美联储去扩表，简单来说就是让美联储去印钱，然后把新印出来的钱借给我去买我的美债。也就是说，今天你把钱借给了美国，你根本不用担心他还不上钱的这个问题，因为呢，他是可以自己印钱的，然后把这个钱就还给你了。也因为这样，美债呢被全世界誉为无风险的资产。简单来说呢，买美债呢是稳赚的，因为到期了，你自然就会拿到钱，不会欠你的。
就是说你辛苦了赚回来100万，然后只要你把它兑换成3万亿美元哦，然后你就可以借给这个美国政府。到期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3万亿美元还给你，还额外的给你付这个1500美元的利息，不会还不上的，因为呢我会印钱的还给你的。你觉得这样很 OK 对吧？但是美联储印钱的时候呢，这个美元其实是会贬值的。当你美债到期的时候，你拿到你的本金3万亿美元，还有你那1500美元利息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这32500美元呢，却换不回来这100万台币了。这等同于什么？你不但借钱给了美国，花了10年、20年，甚至是30年，但是美国把钱还给你的时候呢，你这钱呢还变少了。如果是这样，你还愿不愿意借钱给美国呢？所以全世界借钱给美国最多的国家，比如说日本、中国、英国，甚至说沙特都在抛售美债了。简单来说就是美债到期了，我们把钱取回来之后呢，我就不再买美债了，不再借钱给你美国了。那怎么办呢？只能说美国自己印更多的钱，自己借钱给自己啊。那么这样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元越来越不值钱，然后通胀很厉害，几十万美元呢才能在路边随便买个面包吃，然后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再用你美元做生意了，美元就会变成废纸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几年呢，美国就疯狂的提升它的利息，只要你把你国家的钱兑换成美元，然后存进我们美国的银行或者是买美债，我3个月呢就会给你5%的利息，然后你3个月到期了之后呢，你又可以把钱又借给我，我再给你3个月的利息，就是这样，你到期就续，到期就续，1年呢你就会有5%的利息。也因为这样，就吸引了无数国家的资本都把自己国家的货币换成是美元，然后借给美国。所以这几年呢，美元就疯狂的升值，然后全世界的货币呢都在贬值，尤其是前段时间的日元贬值了1半。就是说，如果你不把钱换成美元的话，你辛苦赚回来的1000万日元呢，就会无形贬值到500万日元。那么你要不要换呢？如果说你换了，就相当于你参与了卖日元然后买美元的这个游戏里面，这就相当于你参与了你做空自己国家的货币，让日元贬值的这个游戏里面。而当这个美元不断升值，不断的有人借钱给美国的时候呢，美债没有人买的这个危机呢，就会暂时的解决了。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家呢，还可以拿着升值的美元去抄底其他国家贬值和贱卖的资产。这就是我一直讲了剪羊毛，详细的可以看其他影片，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当全世界都觉得升息美股就会暴跌的时候呢，我们就大量的买进了美股。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决定一项资产或者是一只股票要不要涨的，是市场上有多少人去买，有多少人去卖，也就是供需的关系。就好像投票一样的，越多的人用钱去投票给一只股票呢，它就会涨啊。而大户呢就掌握了80%、90%的票，因为他们手上的筹码资金呢是我们散户不能够去比的。而为什么我们说好的图表是可以胜过千言万语的呢？因为任何的基本面或是消息面以及突发的内幕资讯呢，我们散户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有大户才会知道，所以他们就会在此之前进行买货或者是出货。而这一切其实都会在图表上面表露无遗啊，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可以捕捉到升息，但是美股却反而是暴涨的趋势。然后在这段时间美股暴跌之前提前的卖掉我们获利的股票，之前的影片为证啊。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图表并不是说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这肯定是骗人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水晶球，就连这印度神童呢也有失手的时候。所以我们做投资呢，想要长期赚到钱，我们是可以透过图表去判断市场现在的趋势到底是涨还是跌，然后跟随着这个趋势，在最低风险的位置去进行买卖。虽然说我们不能提前的知道，但是这个方法呢，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就是说我虽然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可以看得到天上有没有乌云，对吧？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有乌云呢是代表什么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1-2万美金以上的闲钱你知道如果你不去做投资和理财，你就只能看着它贬值。但是你把钱投出去呢，却都是凭着感觉的话，或者你是靠听人家介绍的话，那么你就等同于把自己辛苦赚回来的钱拿去赌场买大小而已。只是说赌场是一把锅的亏完，
但是你乱投呢，就是慢慢的亏，像放血一样。而大部分人投资会亏钱就是因为他们的买卖时机不对，仓位控制不对，以及完全对这个风险管理是一无所知的。你没有任何进场和离场的机制，允许你自己去亏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获利落袋为安。最重要的是，你在玩一个赢就赢1块，输就输100块的游戏。那么你长期这样玩下去呢，你投资什么呢，都将会输到只剩下内裤所以我们是要去投资的，但必须要是有系统、有规矩的去投的。我们一定要学会步步为营，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做投资，然后在我们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且我们不但要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游戏。简单来说，我们去猜会不会下雨，我看到乌云了，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说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了就能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而这一套规则呢，就是我们长期可以保持赚钱的关键。如果你希望学习这一套规则的方法，接下来呢，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办法。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美联储，你想不想降息呢？现在全世界都卖掉自己国家的货币，然后买你的美元，美元呢就升值了，然后全世界的人都拿着美元，然后就只能买你美国的资产，所以美国的房子呢都暴涨了。可是，一旦降息呢，那么就会反过来嘛，全世界的投资人呢就会瞬间觉得美元将会贬值了，然后投资这个美国资产呢就不太吸引了，那么就会卖掉这些资产。那么之前流进来美国的美元呢就会被抽走，然后美元就会贬值，美国的资产呢就会暴跌。但是如果说不降息那么美国短期欠全世界的钱呢就会越来越多，到时候要还的话呢就要印更多的钱来还，美元呢就会更加不值钱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发现美债现在的利率呢是倒挂了，上一部影片就讲了原因。总之呢，就是你现在借钱给美国3个月，你能拿到5%左右的利息，但是如果说你借给美国10年呢，你就只能拿到3%左右的利息。所以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人虽然说都是在买美债，但是他们都是买短期美债的。因为刚才说了，我3个月拿5%的利息，3个月到期之后呢，我又把这个钱连本带利的再借给美国政府3个月，反正就是到期了之后呢，不断的持续的借钱给美国。那么1年下来呢，我是不是也能拿到5%的利息？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借给这个美国政府10年，然后只能拿到3%的利息呢？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无数的人都在买短期的债券，而长期的债券呢，基本上是卖不出去的。你去看看新闻，之前这个长期债券在拍卖的时候呢，是要那个负责卖长债的一级承销商去硬吃的。这一级承销商呢，硬吃完了之后，就会在市场上卖给机构投资者，比如说美国的养老基金、退休基金、医疗基金、银行理财基金、保险理财基金等等。简单来说，短期的美债呢，就相当于美国政府派钱放水，因为你只需要借给他3个月，他就会给你很高的利息。而且这个短期的美债呢，你要卖出去套现成美金呢，也是几秒钟的事情。所以美国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吸引了全世界的钱流进去这个美国，让美元和美国的资产升值。但是长期的美债呢，现在买的人却变少了，因为大家都很害怕，我把钱借给你美国10年、20年，你还不起那怎么办？尤其是现在你欠了32万亿的美债，你1年单还利息要花的钱都要1.5万亿了。就是说你这个拍出去的钱比这个军费还要多所以美联储呢是需要降息，然后借低利息的新债去把高利息的旧债还清的，这样就可以把每年1.5万亿的利息花费减低下来简单来说就是以前我借100万要还5万嘛，但现在降息了，另外一家银行呢借给我100万，我只需要还给他3万，所以呢我就从另外一家银行借入一个新债，然后把旧银行的旧债还清。这样呢，我依然还是欠100万，但是我每个月的利息呢，只需要还3万，这就是降息，可以减轻还债的压力。然后呢，还需要去扩表，也就是印钱嘛，把还不起的债还清。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要不要降息呢？他真正烦恼的是，如果说我不降息，虽然说美元会保持着很强势，美国的资产呢会暴涨，但是呢，我自己短期欠的债呢就会越来越多，我到时候呢就会更加的还不起了。
然后我就要印更多的钱来还，那美元呢就会变成更不值钱了。但是如果说我降息的话，钱就被抽走，美元呢可能就会瞬间的贬值暴跌，那么美国的经济和资产呢就会崩盘，那怎么办呢？所以美联储这1年多以来呢，它其实已经降息了，只是说用嘴巴来降，它一直用数据来告诉你啊，我快要降息了，让你对预期降息呢是拉满的，你就会相信啊它会降息，可是呢它又不是真实的降息，那么你就会把钱从美国的银行抽出来，但是你却又不会把美元兑换回你自己国家的那个货币，因为它只是嘴巴讲降息，但还没有降息嘛。这样呢，你就会很怕，一旦你把美元换回其他国家货币之后呢，美联储又说啊不降息了，这样美元又会重新的升值了，而你那个货币呢就会贬值了，这样呢你就会亏钱了。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的情况就是手握美元。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种风气，就是全美国的媒体呢，甚至现在网络上的媒体都在告诉你，美国快要降息了。现在的这种10年啊、20年的长期美债利率呢有3%，那这个3%的利率呢，将会是最高的回报啊，因为未来呢，即将就会进入这个大放水的时代。也就是说，如果你等到后面降息的时候再买这个长债的话，你得到的回报呢，可能只有2%、1%。所以现在呢，就是去抄底这种长期美债最好的时机，这是被动收入啊，对吧？你每年赚3%，赚20年呢，你就财富自由了。那这理由你信不信呢？其实你信与不信呢，都是没关系的，反正你的钱呢都会去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讲给你听的，而是讲给全世界那些帮你管理这个退休基金、养老基金之类的大户听的。这个说法呢，是给到这些帮你管理钱的基金经理，甚至一些被美国统治的国家，有一个合理的原因去接盘这些卖不出去的长期美债。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最近呢，长债的价格呢被抢得不断的暴涨了，也吸引了很多的散户去买。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这段时间呢，影片一直说美债可以做短线的投机，赚差价呢是不错的。具体短线是怎么透过买卖美债来赚差价的，其实方法的逻辑呢都在免费股票投资班里面讲了，玩法呢跟股票一模一样的，甚至比股票更简单，因为你不需要去选股之类的。那么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就要赶快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了。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不会长期的持有长债呢？所以我今天就一致性的讲了，就是因为长债一直以来呢都会有卖不去的问题，尤其是降息了之后，价格变高了，利息呢变低了，那么就更不吸引人去买了。而到那个时候呢，价格就会重新的进行调整。最重要的是啊，美国降息，美元贬值，然后你还去买进这些美国的资产，简单来说就是美元贬值3%的话，你投资美国的资产呢，你至少要赚3%以上，你才不亏钱啊。贬值10%呢，你要赚至少10%，你才不亏啊。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商人和投资人现在是怎么布局的。比如说巴菲特，我们之前在美股上赚了不错的利润，但是现在美联储又还没有降息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已经把美股和其他美国的资产提前的套现了，手握天量的现金，因为这样呢跑得快。但是手握现金，美元又在慢慢的贬值，而且巴菲特更不可能卖美元，那怎么办呢？就是买短期的美债赚利息啊，而不是说去买这个长期美债，然后被绑着10年、20年的，能听懂吗？而美国的资本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去买这个长债，比如说你把100亿借给我20年，我每年只需要还你这3%的利息，我是不是只需要在这100亿里面拿出3亿来还给你呢？剩下97亿我还是可以拿去花啊。那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开始讲了，给资本服务。比如说今天你上台了，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就是要帮我卖油车的去赚钱的，那么我卖油车这家公司呢，股价是不是就会暴涨啊？这就是美国现在真正想做的。所以降息不降息呢，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之前的影片讲了，降息了，很多资产的价格呢就可能会暴跌。而怎么样把全世界的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忽悠留在这个美国的资产，让他们去买进长期美债，这个呢才是美国现在最想做的事。也就是说，美联储在真正的降息之前哦，它都可以玩这个狼来了的游戏，不断用数据让你觉得啊，它快要降息了。然后你就有可能被引诱去接盘这美股和长期的美债，
只要接盘的人够多呢，美国的资本卖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就会真正的降息了。到那个时候呢，接盘的人就会被套牢，而美国的资本家呢就可以反手的做空来赚钱了。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和我们都手握现金，准备在美国资产贱卖的时候捡便宜货的原因了。如果说当最佳买入时机出现的时候，你希望我第一时间私底下通知你呢？那么当你报名了这免费股票投资班之后呢，我们有第一手资讯就会透过邮件发给你啊。那么这段时间 AI 股的走势越来越弱，很多人都已经被套牢了，甚至 Nvidia 的老板黄兄呢，也在前几个月不断的在高位卖掉自己公司的股票。那么我们只看结果吧，这些人都在获利离场的时候，到底代表什么呢？又会有什么赚钱的机会将会出现哦？所以你预期后面的影片将会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